最近看到十日中烟的消息，感觉还挺有意思的。说白了，现在一部剧到底有没有真热度，其实已经不是只看热搜了，更现实一点是看有没有人愿意继续往里面砸钱。肖战这部十日中烟现在明显就是这种情况，剧都还没正式播，出品方已经开始准备周边了，连同名游戏都在开发。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就是卖周边吗？有什么大不了？但其实懂行业的人都知道，这种事不是随便开的。现在影视圈的钱并没有以前那么好赚，投资方比谁都谨慎，很多项目能顺利拍完就不错了，更别说提前布局游戏、联名、衍生产品，因为这些东西说到底都是要继续投钱的。如果一部剧没人气，或者演员扛不住热度，后面的开发基本没人敢碰。你做了周边没人买，游戏上线没人玩，库存一压直接亏。所以这次十日中烟敢这么扑，其实已经说明一个问题了，大家是真的觉得它能火，而且这里面肖战的商业价值确实很关键。很多人以前总喜欢把流量这个词说得特别轻，好像谁热搜多谁就是顶流，但真正的流量不是微博数据，是真有人愿意掏钱。这一点其实特别现实，有的演员天天营销，看起来热热闹闹，结果剧播了没人追，品牌联名卖不动，平台也不愿继续合作，这种热度其实很虚。但肖战这些年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的项目很多时候不只是粉丝在看，资本也在看，因为市场最怕不确定，而肖战身上相对稳定。你会发现，只要有他的项目，讨论度通常不会太低，招商容易，品牌愿意合作，平台也敢压，这其实才是真正让行业看重的地方。还有一点很多人没注意，这次十日中烟的阵容其实也不弱，除了肖战，还有魏大勋、胡先煦这些演员。说白了，不是那种全靠一个人硬撑的剧。现在观众越来越挑了，光有流量不够，剧情、演员状态、制作质感都会被放大看。所以一部剧能不能真正爆，很多时候拼的是整体。而十日中烟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整个项目组都挺有底气，包括网上有人说剧组的伙食、道具配置这些看着都不像缺钱的样子。这其实也能看出投资方态度，因为资本不会无缘无故大方，他们愿意给资源，往往是因为觉得值。很多人理解错了一件事，以为影视行业是谁红就捧谁，其实没那么简单。真正能长期被市场接受的人，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点，能持续带来回报。这话虽然现实，但行业本来就现实。所以为什么有的人突然爆红一下，很快又没声音了？因为热度不等于价值，短暂的话题和长期商业能力其实是两回事。肖战现在最厉害的一点，我觉得反而不是单纯红，而是他已经慢慢变成一种比较稳定的市场选择。这个其实挺难的，尤其这几年环境没以前好了，很多剧都缩预算，平台也越来越谨慎。在这种情况下，还愿意提前做衍生开发，说明大家对十日中烟的期待值真的不低。当然了，现在也有人习惯一看到肖战就开始争议，这其实挺正常，因为流量越大，讨论一定越多。但有时候看事情，别只看网上吵不吵，更重要的是看结果，有没有人投钱，有没有品牌合作，项目规模有没有越来越大，这些东西比嘴上的评价真实多了。而且说实话，现在观众也没那么好骗，如果作品不行，再大的流量也撑不了太久。所以十日中烟后面到底能不能真爆，最后还是得看剧本、节奏、演技这些硬东西。但至少从现在这个势头来看，市场对他的信心
已经很明显了。还有一点我一直觉得挺有意思，很多人总觉得演员只要演戏就行，可现在的影视行业早就不是以前那个模式了。一部热门 IP 背后，其实已经变成完整产业链。剧集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游戏、周边、联名、平台合作，谁能把这些一起带起来，谁的商业价值就会特别高。所以为什么很多平台越来越看重能带动生态的演员？因为这已经不只是收视率的问题了。肖战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属于这种类型，不只是剧本身有关注度，连后续开发大家都提前开始布局，这个影响力其实已经超出单纯演员热度了。当然，最后还是希望剧能顺利拍完吧。现在演员们还在剧组，后面如果剧情质量真能稳住，确实挺有机会成为大项目。而且有时候也能理解为什么像倪萍老师会说希望工作人员保护好肖战，因为一个能长期扛项目还能持续带动市场的人其实真的不多，尤其在现在这个行业环境里更少。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